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的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新加坡霸凌亚太基金会合伙人雷倩。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还有前立委李顺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个小时内你来看到的是川普他上任。也就是才盖剩10多天的日子，即将要走马上任，但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霸气真的是外显。好，比如说啦，他现在最新转发的这个是 New York Post 他的一个封面，转发是什么？是表示他很认同的意思。里面讲到这个川普他的世代即将要来临，后面。格林岛这边打个叉叉，我们的领土；加拿大打个叉叉，也是我们的领土；墨西哥湾打个叉叉，什么墨西哥、美国湾、巴拿马运河打个叉叉，后面加个 MAGA， 其实呢，通通都是我的。告诉你，不管是格陵兰又或者是巴拿马，我是不排除用武力能够给他取得。甚至呢，即便现在在位的布林肯吐槽说，怎么可能？不要浪费时间啦！肖兹告诉他说，你这个叫做侵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他都还是一样这样讲，没有改变，甚至直接跟丹麦呛下，你不给我，我就加你关税，让丹麦的外长直接说，哎呦，我告诉你啦。格陵兰是这样哦，他呢虽然是在我们丹麦里面，但是他们独立自主，他们有可能独立，没错，有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即便独立就是他独立啦，你不要在那边讲多的。但是呢，当川普讲到加税的时候，丹麦的药厂紧张了，说：“哎呦，这个如果真的加税的话，我们是要怎么办啊？因为他们很多药厂基本上也算是制药界的巨头。”好，大家就开始在讲。过往其实确实丹麦这边就曾经有过西印度群岛投票脱离了丹麦之后加入了美国，现在变成美属维京群岛嘛。那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有可能会再次重演吗？最新就是川普的长子，他已经去到格陵兰，他搭了私人飞机去的，说没有要见任何的行政官员，但是一落地之后，还真的有人去欢迎他，甚至戴上了这个川普支持者的帽子。那么大家就想问他这次去到底要做什么？目前呢？在格陵兰里头，基本上两派势力，一派就觉得说，我们本来就是可以脱离丹麦嘛，美国比较好，会对我们比较好。但一派呢就认为我们不可以这样，这是非卖品，不能这样做的。但为什么一定要格陵兰呢？美国媒体讲了，说是要对中方发出强烈的讯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这边不是只是空谈而已哦，因为他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有提过这件事情了。在格陵兰现在如果暖化之后，两边的北极航道那就大不相同。格陵兰上的稀有矿产里面包括了稀土储量150万吨、175亿桶未开发的石油。甚至有148.2万亿立方英尺的天然气，这么多的一个天然资源，再加上这边战略位置，本来呢，美国在这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军事要塞，它的对面就是俄罗斯了，所以这一些空间、这一些的要件，都是让美国想要掌握格陵兰的要点。而且呢，他们也说了，这可能会改变北极的战略嘛，因为呢，这一来一往之间，不但会巩固美国在这边的地位，同时呢，在中方想要往北极圈这边推进的时候，美国不能失去了这个战略要塞。好，前五角大厦的顾问就直接讲啦。说美国确实格陵兰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毕竟呢可能可以直接跟美国在极圈这边相抗衡。但是除了格陵兰，除了巴拿马之外，还有什么墨西哥跟加拿大，最近也频频被点名。加拿大呢现在因为杜鲁道已经辞职了嘛，群龙无首，大家就讲要拿什么跟川普来做贸易战呢？甚至美国主持人也。福斯的主持人然后讲话也很不客气，直接讲说：“哎呦，大家都想成为美国公民，你们到底为什么不想呢？你们这么反感，我觉得我被冒犯了。”但是这一些其实就有美国的安大略省省长出来讲说不是这样讲，那我们买你的，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大家不是这样在讲话的。墨西哥人也很直接，他们的女总统跳出来说了，说你说什么墨西哥湾要改成美国湾是不是？那你这个古地图17世纪古地图拿出来，北美洲为什么不直接称墨西哥州呢？墨西哥美洲那不是比较好吗？原因是因为如果联合国也承认墨西哥湾的名称，那美洲就应该叫做墨西哥美洲啊。
你不是这样子嘛？彼此之间，兄弟姐妹、邻居之间，还是有来有往、有分际啊。请教一下亮哥，他现在呢，就是上任之前四处开火开炮，但是呢，讲话讲得很决绝。您觉得他这样子跟巴拿马运河、跟格陵兰直接讲说，不排除武力取得，原因在哪？我觉得加拿大跟巴拿马运河，它是拉高调子，那实际上最后，比如说加拿大它要的就是美国企业回流嘛，尤其是汽车还有炼油业啊。那巴拿马运河它就要求降低运价了，可是格陵兰它是玩真的，真的要？它是玩真的啊，因为格陵兰它的人口大概只有5.67万，是啊，那格陵兰目前除了国防外交属于丹麦政府之外，其他是高度自治，所以他们可以公投要不要独立啊？那美国如果一个人给10万美金呢？他一个人给10万，也只有花57亿啊。那事实上，丹麦的总理已经公开承认了，说美国如果花大钱，确实有可能影响公投的意向。是，那事实上，美国对某一些人口很少的、很重要的战略的岛屿，比如说帛琉，它就是这样啊。帛琉人口只有2万多啊。那后来他当然没有并入美国了，可是他就跟美国签了防务条约。是，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美国的最低目标，就是至少我要跟格陵兰单独来签防务条约。那壮大我在那边的美军基地啊，那借此掌握那边的北极航道嘛，稀有矿产啊，军事要塞。那当然有可能啊，就是怎么回馈格陵兰，甚至回馈到丹麦的问题。因为这个议题不是新的议题啊。对，1946年杜鲁门就开过价，要跟丹麦买格陵兰。那时候他开的是1亿美元的黄金，然后再加上阿拉斯加的石油，那个丹麦可以有部分的开采权，那丹麦拒绝，那个时候，所以后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基本上这个议题就没有人在谈嘛，事实上它不是威胁到中国啦，它是威胁到俄罗斯啦，因为这个地方距离中国蛮远的，中国北极航道到底要不要大力介入协助俄罗斯来开采那些濒临的港口，这个都还没开始主要是俄罗斯啦啊。那确实丹麦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抵御俄罗斯啦，这是事实啊。可是其他北欧国家也有意见呐，比如说挪威啊、瑞典啊，他们也会希望丹麦继续拥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些欧洲的政治力量出来反制啊，是，就说你是什么意思？我们都是北约的国家，你要硬把人家搞掉啊，你可以这样搞吗？所以我认为美国他是这样喊，可是川普历来都这样，极限施压，然后最后取其中，甚至取其最低都可以，反正我都赢啊，就是这样。比如说巴拿马运河那边叫，他说：“你们已经被解放军控制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中国的工程公司介入，协助巴拿马运河拓宽啊，挖深啊。那可是川普就是要这样讲话啊。然后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你跟中国不要走得太近哦。第二个就是你要把我的运费下降哦。对，我觉得川普就是这种人啊。那加拿大事实上最后就是我美国那么多企业跑去你那边。”因为加拿大对美国的顺差蛮大的，是大概有500-600亿，跟台湾差不多，所以被盯上了啦。最后结果应该就是美国会有一些部分的企业回流啦，之类的啦。可是我觉得格陵兰，因为它扯到地缘政治、稀土等等问题啦，所以我认为川普会比较用力啊，比较用力就是说丹麦小嘛，比较好欺负啊，那。你如果让他那个完全可以独立自主的举行公民投票，钱就进来了。那因为那个地方88%是Inuit那个原住民。那原住民很好谈啊，因为对他们来讲，成为美国的属地有什么不好啊？那他会投入资金啊，
那它本来就有一些小的军事基地啊，它一定会协助当地的开发啦，就这样。因为毕竟他现在虽然说呢，他虽然是这个国籍算丹麦，但他强烈的自主嘛，极度的这个自主，所以呢，如果说只是老大换人，他的生活一样的话，那又有更多的金源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让他们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但想请教倩姐，原因是因为从亮哥到我们昨天跟帅将军聊，他还跟我赌一碗牛肉面，他们都讲格陵兰真的是玩真的，他不是在假装。玩真的。您怎么看？对，因为你可以看出来，这个 MEGA 里面呢，有一些是超前部署的布局，也就是说，对北方航道跟北极圈里面的布局呢，应该是属于它的超前部署。另外一个超前部署的，应该算是它对太空升空的部分，那个部分会借用马斯克的力量来处理。那对于用国家力量来处理的呢，大概格陵兰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但我觉得，加拿大也并不完全是一种说法。因为加拿大本来就有法属跟英属两个不同的文化圈，那有一个是极度亲美的，并且呢，当你拥有了加拿大，你就也踏入了北冰洋的圈啊，因为美国是没有濒临北冰洋的。而如果今天你要看到俄国它有在这么绵长的北冰洋的航线，如果中俄连在一起的话，那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美加要连在一起，再加上格陵兰跟阿拉斯加，所以这整个圈里面的你死我活啊，你来我往，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会争。那我觉得他的确是现在是在漫天喊价，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新的国际法。这个新的国际法里面，就是在第2条4项呢，是已经不容许你用武力去征服。就算是前殖民国家呢，也需要当地的人民自觉的意愿，所以没有用武力征服，必须要用和平手段，所以将来可能是谈一个价钱。然后再来呢，就是人民的自觉，所以当地的人民的意见当然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今天先喊了一个说，我不排除你如果不通过或不同意的话，我不排除武力征服呢，就是一个喊价的筹码。那当他退到了用不同的金钱或是不同的商业模式去谈的时候，自然别人会这样算，觉得打仗好呢，还是商业模式好呢？商业模式当然是比较好。而且全世界的确有很多的国家的人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的第51州。虽然加拿大不见得是那个国家，因为加拿大它的独立自主性、它的科技研发还有它的社会制度呢，有很多地方并不输于美国，所以它跟其他的地方倒是比较不一样。今天的特朗普如果去跟墨西哥喊说你要成为我的51州的话，那墨西哥国内同意的人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加拿大到另外不一定是这样的状况，更何况杜鲁道到目前为止已经在他过去这段日子里头，把加拿大往这个所谓的价值同盟走啊 DEI 的时候，把他的国内的制造业呢大量的空虚化，所以他国内的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跟他上任之前比起来，大概少了一半从将近20%，现在在10几。所以加拿大是在一个高度空虚化的过程里面，必须要去讨论他将来要如何的在重建他的基础的工业或是基础的民生必须的这些东西。如果全部都挪到美国去了以后呢，那加拿大就剩下一个冰荒，就是冰天雪地的荒原冻原，只有南部的大概1/10的这个土地呢适合人居，那他们全部都只能够留下成为美国经济体的附庸。这样的一个结果真的对加拿大好吗？我相信加拿大这些高度受到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也在民主的这条路上跟美国走的速度跟过程差不多的这些人呢，不见得会认为成为51州是一个好的结果。是，我们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会怎么看？我觉得大家对美国都太善意了。你想想看，不管这个结果是他喊高价，然后呢喊得很高，然后起中起下，不管结果是不是这样子，喊的本身就是对你的羞辱，喊价的本身就是对你的羞辱。就好像这样说好了，有一个人看到人家的太太长得很漂亮，那他说，他怎么可以嫁给你？他应该是嫁给我的。最后的目的是为了要跟他谈判拿财产，但是当你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对人家莫大的羞辱。那为什么？我可以看，假如这一句话今天是中国说出的，那你告诉我，世界会怎么样子？叫做炸锅。假如今天是俄罗斯说出的呢，世界会怎么样子？炸锅。今天美国说出的呢，我们要讨论它是不是起伏华账？不，是这样子吗？假如我们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平等的。那这个在国际政治里面，虽然它只是一个理想，但是毕竟这个理想保障了这个世界的安全跟和平。那今天可以用这样的话语哦，你这个不加拿大可以成为51州，你听得怎么样子？好，假如我们认为这个可以讨论，那我就要问两岸哦，两岸最起码不是两国吧？两岸不是两国吧？是1949年形成的分裂的状态嘛？那今天对于中国大陆口口声声要统一台湾，大家什么谈法？啊，那和平讨论不可以讨论？美国可以开高价，然后起中起西了，那为什么两岸不行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的标准是什么？因为纵容美国的霸权，而且纵容的很舒服，而且被霸凌了还觉得有点爽。为什么？我们还有资格成为51州哦。有很多人想还想不成呢。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变成了美国的传声筒。在这个立场上，我觉得只要维护大家一贯以来所讲的道德和价值的话，对美国应该只有谴责，而不是讨论。不，假如我们讨论的话，那就可以交易了嘛，是吧？更何况，我一直看到，本来以为是大家都以为是这个川普啊，笑笑是吧？现在告给你啊，结果他是真的。那既然是真的，我们就用真的角度来看。美国再上来是加拿大，加拿大上去就是阿拉斯加，从北极再一点过来就是格陵兰岛，这个里面形成什么？形成一个美国形成了一个战略地位，把俄罗斯横跨欧亚的俄罗斯啊，是某种程度的前沿的包围啊，是吧？那这个时候，假如俄罗斯认为我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这个哪里啊？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受到威胁，所以我发动战争。他认为这个战争它是合理的，那我们是讨论你怎么可以侵略别人的土地呢？那假若有一天这个构造起来的时候，俄罗斯觉得我的安全威胁怎么样子？更严重了，一个是来自北，一个来自哪里？来自北极。那你说，它是一个弱国就算了，它是一个强国呢？因此，各位会不会觉得，隐隐约约的，美国在行使霸权的同时，把整个的人类带上可能第3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因为乌克兰毕竟是代理战争哦，这一个已经不是代理战争了哦。那我们大家还要来讨论，美国会不会是开高价啦，干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样子就更纵容他。我们应该非常明确的说，不，因为你不可以把国际的价值、国际基本的价值给推翻了。最后一推翻以后啊，那大家有什么？那就谁的力量大谁多嘛。所以日本人侵略中国合不合理？合理啊，谁叫你中国弱？那有一天强国就可以侵略其他的邻国，为了我的安全，合不合理？合理啊，为什么不行？就是不行，这才维持了2次大战以后到现在几十年来世界的一个和平，这个和平正在被破坏中。是哦，其实呢，大家就要看看美国陷下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往外的态势。不过呢，在往内，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现在要先赶紧在解决这个问题了。美国洛杉矶史上最严重的野火，目前控制率你没有看错，就是0。原因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它是真的一片烧过去，而且你要知道的是，他们这边风很大，所以呢，它一烧真的就是一片就过去了。已经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一场野火而被迫离开家园，同时呢，这场野火也已经造成了5人死亡，15万人急撤。里面呢包含了谁？里面包含了好莱坞日落大道这边的明星们。好，除了日落大道呢也被烧一片之外，这边包括了 Paris Hilton， 包括了 Ben Affleck， 他通通都已经有的是家被烧了，有的是赶紧逃离，因为呢他刚刚好烧的就是这一片。那这里呢就是海滨这边，马里布最有钱的那一块啊，那很多呢，这个好莱坞的影星、政商名流都住在这边。川普呢，在这个时候出来发言，他毕竟呢是一个代位的总统，但是他讲话是什么？因为
LA 加州其实是 Newsom， 也就是民主党的地盘嘛，他先出来骂一下这个民主党的州长。原因呢，他说他当时为了保护当地的鱼群，没有签署水利声明，才会造成北方的融水没有办法进来加州，才会造成现在大火的时候，你水要救都来不及，都没有水能够赶紧来帮忙救援。在这一场的这个救火当中呢，很多人在讨论要怎么样来救，因为当局现在他们其实有点苦恼，我们会直接的很想到这个野火呢，很多时候必须要靠无人机。好，他们讲法是说呢，在这边风很大，无人机不一定能飞，要真的能飞呢，也不一定美国会让你飞，原因是因为他们先前不就在讨论吗？说无人机里面有很多都是大疆大陆来的，那这个呢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公共安全。当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其实就已经有过讨论。美国当时要全面性的禁止中方的无人机，同时呢要签署一个国安禁令，还在众议院这边投票禁止的时候，就已经很多人跳出来讲，这样做呢有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层面，包括了在救援火灾的这个层面，精确的测量，以及呢来了解整个野火的态势，这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无人机是真的能够救火的，还记得当年巴黎圣母院那个时候呢，整个烧起来的时候，据说法国警消就出动了2架无人机，升空捕捉到了顶部的即时状况，所以呢才能够了解起火点在哪里，迅速的、精准的定点式的救火，赶紧呢将这场火势给遏制住。那现在如果说真的无人机以后都不能用的话，会不会对于这一些的救援也产生了影响？另一个部分呢，则是现在他们不是只是对这种他们认为有国安的议题来进行所谓的阻止，包括了腾讯，包括了宁德时代这个国际间的大企业，他们也都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军方，所以呢要把它列为涉及军方的清单，要予以将它拉黑。好，像马凯硕老师就直接讲了，如果你真的这么干的话，哇，那就是你跟世界在脱钩哦。毕竟这2家中企，你真的要把它列为涉军清单的话，明显是不智的，甚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现在呢，到底川普他上任之后，跟中方的态势会是怎么样？有一个讲法啦，是说他不可能真的照着这样干，但现在呢，也有说他可能要宣布国家经济紧急状态，意思就是说呢，要来帮像盟友还有像敌手征收关税的法源，要给他一个法源性。那现在呢，为了避免债务违约，也已经要求众议院参院都我的人赶紧把美债的上限给提高，不要每一年这边一直调，这样子真的不好。他不想要看到联邦政府债务违约。同时呢，大家也要讲，国债现在也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议题，每年的利息钱要怎么样来偿还？现在占 GDP 的比重，这样真的有安全吗？同时，他们的最大的这个债主是谁？是中方。中方现在已经从2013年的13000多亿元降一半到7601亿元。大家就在讲，不停的把水位降低，然后增值黄金的储量。美方这边，你也不可不慎。中方确实，他们现在内部有面临内需等等的问题，他们呢发大量的国债，特别国债要支持，希望呢让这个2星政策能够度过这一次的难关。那到底这有没有可能真的撑过去之后，就是另一番风景，也让大家很在意。毕竟呢，在全球来说，举足轻重，2个大国到底未来会是怎么样的状态？想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先从这个美国洛杉矶史上最大的野火开始，因为现在看起来真的控制率很少很低啦，因为火还是持续在蔓延当中。对，因为2024年这个就是加州啦，它下雨量少，对，所以等于是干燥加上狂风，然后可燃的面积又非常充裕，所以就烧起来就是不得了了。那当然，川普也借题发挥了就是那个州长就是超级无能那就是环保挂帅嘛。因为川普本来就要跟他对杠的了因为他绿能一大堆议题了那川普就认为说，你就是要养鱼为了环境那有一些水利上的一些建设本来可以做，你不做嘛，所以到处都缺水那缺水当然要救火就变得非常困难，是那当然也包括他没有买大量的这个防灾的无人机了
这个大陆都是这样救的啊，你加州怎么会不能这样救？加州那么有钱，对不对？你又没有水，你可以买大量的无人机摆着啊，对不对？那到时候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啊。那我认为 Newsom 真的要负责任，因为你应该要有预警的心态，就是那个加州2024年真的很干燥，而且缺水，降雨量非常少，对，那你怎么没有这样的预警呢？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川普去骂他是骂的有道理啦，是有一定的道理啦。那当然，川普要提出完整的解决方法啦，那事实上被烧到了大部分都民主党的好莱坞的，对，这个发生很多次了啦。这个可是这次特别大，连这个 Ben Flake 都受到影响，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所以那是大民主党啊。那至于美国啊，因为川普1月20号要上任啊，那目前他当然在帮他的权力的行使找最大的合法空间啦。所以我认为那个紧急命令、紧急状态啊，是，他真的会这样搞，我认为是真的。那这个坦白讲，在川普第一任就有玩过了啦。因为美国有很多法律啦，然后你有什么紧急状态就可以启动什么国防法啦，一大堆嘛那他这个施加那个一定有期限的啦那可是他就是要先把自己的筹码做足嘛，尤其是对中国来讲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垫高筹码表示说，你如果这里不让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是在为他的极限施压增加合法的空间所以我认为他是真的要这样干。是，那当然结果不一定就是最大了，因为双方会各有博弈嘛那中国大陆也不是完全没有筹码所以有的斗了所以这个是指贸易战的部分。是，那至于科技战的部分，我觉得拜登那个临去秋波拜登在最后这1-2个月临去秋波，都发现他好像精神突然恢复正常了，然后做尽了坏事，这样留一大堆坑给川普。精准。对，我就说奇怪，那你怎么2个月前没有那么正常呢？所以这个真的很不合理。因为他为什么腾讯会被列入？因为他把那个持股的那个持股渗透，因为我们知道腾讯有那个控股公司投资了非常多的企业，那当然一定会有几家企业跟军方有关嘛，这样都算了，实际上我有去看那个清单连中远也在里面，连奇虎360也在里面，这个一定是投资的公司扯进去嘛，没有人这样在搞那个科技制裁的啦，而且你也没有讲持股要几%以上，比如说是不是控制性持股等所以我觉得这是典型乱搞。那我认为也有一个政治上的准备啦，就说未来川普一上来，如果把这些项目取消那民主党就可以说你向中国让步。到底谁对中方强硬？但是有的时候呢，某种层面来说，因为他现在也要来启动国家经济的紧急状态，那表示他的那个关税战那一步，他已经要开始往前踏了。科技战这边，如果说我两边稍微权衡一下，是不是他也可以取得一个他想要的恐怖平衡？请教一下倩姐。他要做的紧急状态呢，是容许他能够全面大规模的征税。那这种恐怕是美国至少近200年来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个总统用这样的方式，除非你是真正战争的状况。所以他做的事情真的是超乎任何人的想象。那么，所以我常常说他像是一个齐天大圣踢翻了太上老君的丹炉以后呢，继续的大闹天宫。那大闹天宫的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把现在既有的结构把它踢翻了以后，才可能去做他想要做的 mega。这中间是有一个前后的顺序的，就像我们观察台湾的政治也是一样。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在把旧秩序在破坏的过程呢，或者是旧文化破坏的过程，它是要装进新的东西。所以，如果我刚刚在仔细在想，
过去这一段时间以来，加州最开头可以大规模开发，就是开始有淘金热啊，有大量的移民开始在这个谷地里面开始种各种的果树的时候，最开头就是引高山冰雪融化的雪水。对，它从引雪水到能够开始开发一个几乎是荒漠不毛之地的加州呢，它是有一个非常绵长的历史。那这个历史虽然说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暖化各样的变迁的气候，但是这个州长他的个人的这些信仰也的确是要负一定的责任，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以前不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山火的地方发生了这么大规模的山火。那就好像我们看猫屿岛，夏威夷的猫屿岛是一样的。那同样的，跟猫屿岛很近似的部分呢，就是除了火本身它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那个范围，然后它的破坏力很强以外，它缺电，就是让电力系统瓦解这件事情也是非常严重。电力系统的瓦解至少影响到了30万人。那电力系统也是加州一个非常可怕的软肋，它的 Achilles heel。因为他很早呢就把电力这件事情，就传统上政府做的事情呢，它民营化了。没错。当它民营化的时候，你在各个不同的小的区域的 grid 里面，你要做整合呢，我们叫做 power grid 嘛。你把它做整合的过程中间，去面临这么大规模的灾难，不是今天有30万人没有电，而是你整个重建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觉得，川普要去骂这个 Newsom 的时间还会很长。除了现在紧急状态一开头的时候的救援，因为现在有大概他们是算是有5000人左右已经投入了救援。那么如果你再不用那些比较先进的方式，譬如说农业部跟消防、警方本来就是最大的大疆无人机的购买商，他们在美国要去限制大疆无人机的时候，是这3个部门跳出来说，对于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今天又不要去用这些比较好的科技工具的话，那你就只能用人去做那种传统的方式。那么不但是今天的灭火是零控制，是将来电力的恢复呢，也会是非常绵长的一段道路。那对于加州的灼伤是非常大的。我有非常多的朋友是在那个 Palisades，然后在 Pasadena 一路到了 Malibu 这一条路上的人。那他们现在每一家都告诉我们说，他们每天呢是在关着门，因为有 PM2.5。同时呢，在准备随时撤离，因为看不出政府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个火的蔓延。那这在加州来讲，恐怕是许久以来最大一次的灾难。对，因为现在南加这边确实很多朋友只要进到 Pasadena 那边讲说，那浓浓的烟是很明确的。但是呢，就是美国政府总是要想出办法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会怎么看？想出办法？有办法吗？加州的大火是有今年才发生的吗？那我们可以发现，这洪灾、水灾，还有呢这个地震，这叫天灾，因为你预测，尤其是地震，连预测都预测不来。洪灾、水灾呢，还可以说大概3天后会来，几天还有预防的时间。那个是大火，是几乎在加州是年年烧啊，只是今年烧洛杉矶，那么去年烧这个旧金山，都这样子而已。但是我请问，面对这样子一定会产生的灾害，而且这个灾害是可以做事先的预防，我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因为美国有钱人他已经有缴了保险，房屋烧了没有关系，保险公司会负责，穷人可怜而已。你看那个夏威夷岛那个火灾，就是个标准的例子嘛，连消防车都不去啊，为什么不去？因为去要付钱嘛，那保险公司说这边都没有缴保险，不用去嘛。但是那一边消防车就一定到，所以没有刷好的地方，消防车做好准备，因为万一烧起来，保险公司要付很大的钱嘛。这就是美国的世界啊。我们来看看，在于救灾防灾啊，亚洲国家不管日本也好，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都比美国做得好。这一点我敢讲啊。我记得就在去年或前年，这个四川也发生了森林火灾，是怎么弄的？是怎么样子救济的？整个的社会是怎么样的动员的？整个国家怎么样的动员的？现在正在日喀则也发生了震灾，整个国家是用什么方式筹集进去的？这或许这就是中西方人民跟政府关系的不一样。我们从小以前，我们都交给政府啊，政府官我们交给他，
所以我交给他，那你就要来照顾我嘛。那西方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我是我自己啊，那个政府少管为好啊。那有些事少管，这个是一少管就是灾难了。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火灾的灾情在美国几乎是年年会发生。可是我好像也没有看过美国到底有什么方式作为预防，让火灾不要这么样的蔓延，因为它几乎是会发生的事情嘛。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真的提倡很久了。我要再继续讲一个事情，大家必须相互尊重一球两制一个地球两套制度，大家相互的尊重呗。好，其实呢，我们回过头来也要来看一看，在美中两个不同的方式不同制度的国家当中呢，他们最近在比拼了什么？很多军事迷强调的就是军事是世界，从2024年底到现在2025的年初，真的一直出现了新的视野。来带您看到的是说呢，中方在2024年这边看到了2台6代机，对吧？结果现在发现了卫星图曝光，说沈阳有神秘的第3款原型，什么一次3款6台机，那真的是有一点厉害呢因为呢这个机身跟先前看起来是不一样，就是这一台，然后他们是卫星图看出来的，放大看起来呢，先前那个比较像是叶扇型，那这个呢说机长大概15公尺，那它的翼展呢是略宽，所以呢跟之前的2台样子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很明显这个叫另一台。那如果这个也是6代机的话，到底是不是呢？因为呢这个黄色，如果说呢是军事迷的话都知道，就表示他们是原型机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个又是另一台新的？也是6代机吗？好，现在呢这个可能是中重量级的载人战术概念战机，也可能是无人机啦。像有的无人机，因为它的载量它的运程等等，它可能会比较大一点点。但是为什么接连的6代机一直出？大陆这边的讲法是这样，就是我其实在美国之前，美国现在1台都没有嘛，其实某种层面来说就是要羞辱美国的机会啦，尤其是歼36，也就是我们先前看到这个比较扇叶型的这一台，说现在有可能在2030年末的时候，在此之前进行服役，那是不是又是大大的打脸美国了呢？另一个部分呢，则是说现在解放军呢，他们传出是用水泥来建造一个超大型的航空母舰模型，那大家就在讲啦，这会不会是搭载6代机的一个核动力航母？好，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福建号之前也出现过很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航母模型，甚至呢比福特号还要来得宽，但是是真的是假的，现在大家都还在猜测的阶段。那美国呢？美国现在总不能一直被鸭子打，对吧？所以美国海军在7号的时候宣布了，还要给予这一家公司一个价值35亿美元的合约，因为呢，他希望能够打造新型的末日飞机。好，这一款呢 E6B 通信中继机呢，它基本上也可以变成核3位一体的重要打击，就是末日飞机的意思。希望呢未来可以变成新的一个主力，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以为只有美国很紧张。印度也很紧张啊！印度他的讲法是说：“哎呦，你们歼20现在怎么样？要量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最新买的这个标风4架能够对抗你20架歼20。”大家开始在讲说：“这样的一个讲法是怎么样算出来的呢？怎么样叫做中国没把握打赢印度空军？甚至呢，他还说歼20的雷达很可能在解放军电子战的干扰下，会出现这个20架歼20升空的误判情报。”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真的就只是电站干扰啦？不要想太多。印度呢，现在基本上他们自己内部虽然在军事上面一直希望能够到另一个层次，甚至变成一个出口国，但是他们经济前景确实就不是很乐观。另一个呢，则是南韩。南韩现在睽违2年之后，做出了一个经济衰退、风险增加的悲观预测。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现在内部政局的不稳定。那中方也在这个时候呢，是希望中日韩3方能够在这个阶段，川普即将就任，然后呢，日韩都有点不稳定的时候，抓紧一点点。中国的驻韩大使拜会了南韩议长，坚称呢，这个中方是坚持推动中韩的战略伙伴发展关系。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见南韩国会议长？因为呢，在国会里头，现在可能会比较知道尹锡悦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政治对抗。尹锡悦呢，是他说最新有人拍到说他现身官邸，就是这一个，说看起来很像
像是尹锡悦旁边还跟着很多人，那到底他人还在不在里面，还是真的躲去汉南洞了？这个呢，大家都在问。那另一件事情是什么？是说呢，现在韩国媒体讲的，公调处呢要带尹锡悦，但是怎么好像昨天也没看到有人出动啊？到底他是留了几手？那什么时候才会真的行动？现在时间都没有告诉大家。而另一点呢，则是说有没有可能是用反恐部队的这个装甲车来进行前面的整个逮捕行动？因为呢，毕竟在这个尹锡悦这个他的侍卫军的部分是3道防线，车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怎么样能够一举进到最里头，把尹锡悦给带出来？好，这些就要考验着彼此之间的战术对垒。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看？我们从6代机开始吧，已经看到2台，我们觉得很厉害，结果现在说是有第3台。不啦，那个都是原型机啦，真的要成为战力，至少2030年以后啦。不过这个当然对美国是很大的威慑啊，那美国当然会急起直追。可是昨天又传出美国一个示弱的讲法，说我们不会跟中国搞军备竞赛。没错，这句话以前好像都是别的国家讲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最近真的冒出太多东西了啊。6代机只是一个，那无人机呢？无人机美国也是明显落后啊，所以他大概我认为美国跟中国大陆在军事上的互呛不会多了，川普还是以经济政治为主了。OK，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韩国事实上尹锡悦宪法法院大概1月14要开始开庭，那会开5次，尹锡悦应该会去出那一边的庭，因为现在那个我们所谓那个公调处要抓他，这个是指特别检察官的部分。是，我当然不要来这边啦，来这边不被你凌迟吗？对不对？而且你手上有一大堆资料啊，那尹锡悦当然他的算盘就是他要去宪法法庭做一场这个伟大的演说啦，跟公众的演说。我估计是这样了。那因为要开5次庭，他会去1次了，至少。所以相对上，所以昨天就开始有一大堆谣言了。说这个布林肯来了，然后回去之后，尹锡悦是不是躲在美军基地啦？对，就一大堆谣言啦，甚至说他们逃到夏威夷了。那现在就拍到，这好像是尹锡悦。其实一个国家的元首啊，到大家都找不到人，这也是蛮悲哀的啦。不过我觉得最终可能他需要一个政治上的妥协啦，就他很有可能会被弹劾啊。可是涉嫌内乱的部分会不会就算了？目前就有人在谈这个 deal， 就是尹锡悦如果都不下台，没有被弹劾，我看韩国会有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可是你要追究他，追究涉嫌内乱这会死刑这罪很重的所以我认为这2个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妥协啦。可是就因为这样陷入不确定，然后李在明也可能有罪，他可能有刑事罪，而且失去参选资格，所以当然他的经济就没有办法做主嘛。有人就说他今年经济成长率可能会跌到1.8%，那当然就很惨了，就这样。就是韩国的这个政治动乱呢，可能还要好一阵子，但是呢，大部分的韩国人还是希望啦，赶紧告一个段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我们讲到在美中这 G2 两边大权的部分，现在军事上面是会真的出现军备的对抗？请教一下倩姐。我觉得在大陆的这2个6代机之前呢，大家所看到的就是美国的 NGAD。它原来的意思是 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 对，它是要去建立的是在制空的绝对的权利绝对制空。所以在美国在把 NGAD 这个计划现在暂时这个停止推动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这2个亮剑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权力和军武军备上面的平衡的改变，而且它改变的并不只是军武军备，因为大家可以知道，在美国的全球计划里面，除了它本来在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主导地位，譬如说联合国、IMF、World Bank。
还有后来呢，在 WTO 的前期的主导地位以外，它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根源，当然就是军事霸权。所以我们常常说是军事霸权，然后它的文化霸权跟美元的霸权这3点嘛。那现在的军事霸权如果不能维护，尤其是未来前沿的部分，太空、深空，甚至有空天作战的这些东西，如果不能维护的话，事实上，现在的川普想要做的 MAGA， 就是要更扩大他在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布局跟绝对的宰制，这些东西呢都会受到挑战，就会完全有点像是多米诺的骨牌。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2个亮剑以后，美国的军迷他们很安静，除了像 CNN 啊这些媒体啊讲了一点点以外，其他的真正军事的是非常非常安静的。因为它不是只是载台厉害，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速度、它的这个重的载弹量和它未来的所有的战争的形态都很例外以外，你要看的是它一定是一个高度智能化，人机互动非常厉害，可以指挥指导很多的无人机的协同作战的，而且这个无人机呢还会是蜂群的，所以你在那么高的速度底下，它的人机互动的整个的整合一定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智能化很厉害以外，就是它的电子跟电磁，甚至未来不排除会有电磁性的武器，这个地方也是同时在发展的。所以当你这样看到了以后，中国大陆在借着这2个他们说是银杏叶或是像叶子的这个亮剑，还有前段时候的空警3000、无针9，它所展现的呢是在军武军工上面，第一个是科技研发能力，第2个是它的军工制造实力，第3个就是战场管理跟战场态势对于未来的主导，就是未来你在战场上会打个什么仗，这个打的这个仗是用什么形态来打。当你知道了战场态势跟战场管理的时候，你才能去讨论这些武器呢是不是能够有相对抗的实力。因此这2件事情会完全改变美国在计算他们在全球安全上面的角色，也会改变他们在军武上面很多的布局。是确实啊，从军人的作战角度来说，就是你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再回过头来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武器，但到底现在中方美方各自盘算什么？我们等等回来请盛峰老师总结。节目最后，请盛峰老师帮我们总结。我想延续刚刚李委员的话，延续下来的话，我来补充一个，就是有关这个，他们叫做航舰大楼，这个是在湖北省武汉江夏区，然后呢，在第1艘辽宁舰没有，但第2艘山东舰开始，到山东舰开始，他先做了一个基本大小一样的模型，他先做一个，然后呢，现在那个模型现在拆掉，不拆掉就改了。改的是平垫的，就是在13年的时候，为了什么？那个一改完的时候，就是福建舰开始做的时候，那现在呢，又把它做了修改了。做了修改里面发现它有一个特性，第一个，甲板扩大了，但其中一个最大的改变呢，就是它那个舰桥啊，往后移了。那为什么是往后移？因为它不需要烟囱的嘛，它不需要那所以就假设它就是核动力的，因为核动力才会要第一个舰桥缩小，第2个往后移以后它的甲板空间就会增加很多。